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甄选牛肝菌，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2025年，一饭封神揭开帷幕。很牛啊！全国这么多人召集在一起，这太刺激了，太紧张了，这真的要命了！都已经走到这儿，就差一步了，那肯定要冲击冠军。一饭封神诞生了无数经典菜品。一饭厨神屈雨嫣。也创造了属于大厨和小厨们的封神传奇。2026年，时隔1年，与我们一起见证那场巅峰对决的朋友，以一饭封神之名再次聚首。Hello， 大家好。哎呦好。欢迎3位评审，欢迎小青老师，欢迎李老师，请坐。这么传统吗？我们这个开机宴，欢迎5位老师来到一饭封神第2季。想问5位老师，在1年的时间内，有没有和我们第1季的选手们见过面？有没有去过他们的餐厅打过卡呢？我是有的，我还挺多的，去过他们每一个的餐厅。那有时候他们会在，有时候他们不在。像杨彦斌，我去他餐厅的时候他就没有在。我比你运气好，他刚好在。然后我自己还有很多的美食的活动，我都会请很多，像去鱼我都一起工作过几次。我也是啊，其实很多厨师选手也是过来我餐厅吃饭，比如说郑师傅啊，阮邵师傅等等。我和你们不一样，他们不来我这里，我就不去他们这里。我没去，我只去新荣记的。我不吃别的。你来过我餐厅啊？当场揭穿了。很不幸，上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因为我这个朋友太多，我就常年变成一个定做的了。他们只要去香港，就变成就是一套流程，就是我们节目这几个师傅的餐厅都要去一下，还要给建议菜，就是那你觉得什么最好吃呢？对。今天这个开机宴，除了5位之外呢，还有3个工作，也就是我们的3位主厨。那是哪3位主厨呢？现在我们有请他们入场吧。来吧。Hello， 各位老师好。就是我们第1季的3强老师。今天的这个开机宴的3道菜呢，就是我们一饭封神的3强选手屈雨怡、杨彦斌跟李子安老师带来的。各位老师好，然后今天我为大家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呢叫做哥吞鲍。这道菜呢其实是我在第1季的时候的一个遗憾，
因为第一季我的招牌菜呢，我选择了用那个椒麻牛小排去做我的招牌菜，但是其实这道菜也是我代表的一道菜，但因为呢它所需要的一个流程，包括它时间会非常长，所以就不适合去用到第一场。然后呢，广东人对于鸽子来说就是一鸽胜9鸡，所以我就选择了用这个脆皮乳鸽加上焖爆鱼汁，来作为我的一个招牌菜为大家呈现。只有我拿起来了。这道菜呢，我选的是一个比比的乳鸽，它非常嫩，做了一个一鸽两吃。第一种是吃我们广东的原味，那在底下呢，我还做了一个辣椒脆，辣椒脆也是可以吃的。第二食呢，就是四川的麻辣的慕斯，用了分子料理的乳化技术，让它更蓬松，吃起来很轻也很爽，微麻微辣。然后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抱大腿。对，也希望这道菜能够抱一抱各位老师的大腿，谢謝。我吃過這個的煙燻版是吧？對。佢呢個好好食，因為我請咗佢同我做一個 event， 佢呢個係上海話，唔係喺 MGM。各位老師好，又見面了。那今天在介紹菜之前，我先去拿杯飲品。又開始了。心機邊，以後叫你心機邊。哎呦，我的天哪！謝謝，謝謝，謝謝。哦，蘋果汁。這杯飲品用我們福建漳做一個奇蘭茶，然後再加潮州的一個單叢，2個茶去做一個焙烤，然後讓整個茶的一個香氣跟韻味更加醇厚。這個季節剛好比較熱嘛，所以說我用了一個蘋果汁去融入整個飲料裡面。那我會加點蘋果粒，那作為一個口感，那整個會比較清新一點。那另外這道福案是福建菜一個新名菜。首先，我們福建的鰻魚非常出名。這道菜需要把鰻魚先去骨，定型風乾之後，通過低溫浸炸，減去一些鰻魚本身多餘的油脂，之後通過高溫的一個起皮，讓整個鰻魚的一個滋味是一個酥脆感。因為鰻魚皮比較厚，很難能做到說它的皮能夠保持長久的一個脆感。哦。哦，是这样的，这叫什么？糖醋吗？可以这么说吗？它其实表面抹一层蜂蜜，然后再加点手指柠檬提酸度，还有青柠檬比较清香嘛，还有黄柠檬，好吃。它配上这个柠檬汁，手指柠檬完全不一样。干嘛拿啤酒去？大家好，又一年了。今天选择做这个小龙虾的面，再次来到长沙，想做一道能代表长沙的菜，就想到了小龙虾。这道菜做的时候，先用很多蔬菜和龙虾熬出高汤，再用这个汤把小龙虾进入味道，这样既能保证肉的口感，又能保证味道的丰富。把那个面煎香之后，就用小龙虾汤来煮，再把那个面一点点烤焦，像锅巴的效果，而且小龙虾的香味都能很好的融在里面。好吃。你说你有没有吃到这个？像虫子一样。這是什麼？那个是我从墨西哥带回来的一个蟲吧？手信，蚂蚱吧？草蜢，草蜢。哇，比蚂蚱那个味还重啊！用来送酒，好吃。我還記得成功給我一個待定的時候，我吃了一個什麼昆蟲的披薩，對嗎？對，这是蚂蚁蛋，黑色的。螞蟻蛋。对。你吃的它会有点爆浆的感觉。Vicky 老師，榕酥，我拿快點你。都得吃，有福同享。
其实是不错的。你现在还记住啊？对，那一定是好吃的。是。那老师还没有别的菜啊，是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我们也想再聊一聊。我有印象的就是那个推沙望月，在线下试手的时候，我尝了他那道菜，我觉得非常棒。就他对沙虫那个演绎很脆，然后里面还有用自己发酵的一些番茄，然后泡椒去做了一个汤，又酸酸辣辣，非常开胃，然后又很鲜。对，推沙望月对面是花园限量厨这个鱼也是没有见过的，用沙虫放在这个鱼上面烤，其实也是挺有创意的。啊，对，我知道，还有 Eddie 师傅那个奶皮子，还有 Lucas 的豆汁，印象也很深刻。是我后来还去找了 Lucas 大厨，在他餐厅，我要再吃一次这个豆汁。现在他都加，对他现在也是他的这个菜了，名菜了他的。还有很怀念那个东北那个烤鸡架。虽然那个菜很明显就是不是用来比赛的菜，但是他还是很用心的做给大家分享。那所以这个我觉得难忘记的一道菜。我们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应该还是炒饭，就炭火炒饭，因为就觉得很奇怪嘛，就一个炒饭看似也没什么了，就是用一个蜜网炒一下，然后龙叔在那边吃了半天，觉得很神奇，因为龙叔要求很高嘛，所以说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面我们在私底下也有去探讨过，也有吃过那饭，确实就是风味很足。其实我见过赛事来做炒菜的多，但是用作来炒饭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大胆的一些创意。这帮小厨在这种热爱烹饪的这种状态是特别能打动我的。然后我还记得凉拌的甲鱼也做得挺好，是摩登家常菜。摩登家常菜那时候其实他是喜欢做菜，不善于表达的。后面越到后面，我觉得最能说的就是他。Vicky， 我到今天呢还记得，小厨阮寿，他做了一个羊肉的一道菜，是真的好好吃的。我觉得他给我第一次的感觉就是充满这个深深，然后他居然第2、第3的比赛的里面呢就爆出来了这个深深那每一次他做的菜也是真的还记得的。还有一个是团队比赛的时候，曾师傅和David Tiffany， 对，有一个烧酱，对，这个酱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很高兴，就是在网上看到很多观众他们都在家去做那个对复刻，那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第一季大家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共多少道菜呈现在评审面前、观众面前？100多道吧，应该100多。光是美术就10道了。加上美术的有200，如果美术的那个算1道的话，大概是就是将近190道菜。因为经营者我们是按照1道算的嘛，所以如果都算的话，那其实很多道了。200道肯定是超过了。那接下来呢，想给大家也放一个片子，我们完整的回忆一下第1季的一些赛事、一些选手，给大家一起看一看。一饭封神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84个小厨，16个竞技名额。你入局了，入局。恭喜小厨入局。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厨打了，我不一定比你差。本局的比赛形式是大小厨1v1比拼。等着给我们掀翻吧！我现在已经无敌了，对这个，我是自信满满的。晋级者是比赛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决定复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们4个是我最不想遇到的4个人，与他们竞技非常亢奋，我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就完了。稳住啊，把味道做锤子来呀！来，味道打穿。小厨小花队全员入局。小超市复活赛现在开始。
这太刺激了，太紧张了，真的要命啊！成功复活的选手是第4局比赛，餐厅经营战。我就直接把我店里的经验拿来用，请大众食客入场。好，你们没有点到红烧肉的，赶紧过来看一看啊！我们拼好饭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套餐，我们的策略就是送菜单以外的东西。总营业额第1名的餐厅是非常主厨流水席全员出局。现在进入下半场盲盒挑战赛，现在就是考他们的调味还有功力，佩服。这叫老江湖。本局的考核主题为美味人生之战。我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必须要有信心。都已经走到这，就差1步了，那肯定要冲击冠军。恭喜排名前6的选手成功入局。大家好，我是曲宇，我是叫叶建凯，我叫周欢。3位小厨，未来你们将以真名继续比赛。封神决战现在开始。我对自己做的菜是很有自信的，享受做菜。遗憾出局的选手是帅小燕大厨、资深黑马叶建凯、周欢、小花、李子安师傅。最终获得一饭封神第1季一饭厨神的选手是小厨阵营的曲宇燕。斌哥，你看了多少遍？你是我的神。曲宇，就家里人一直会跟我是很有创意的。杨延斌他的2种蛋炒饭比普通的蛋炒饭还好很多倍的蛋炒饭。如果按照一个匠人的评分，他是最顶级的。我们都热爱这一行，并且为这一行在持续的努力。未来我将持续热爱烹饪，喜欢烹饪，坚持做。我觉得来这里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经历。其实我记忆中最深刻就是游牧小厨，因为在经营站的时候，大家有发生过一些碰撞以及摩擦嘛。有咖啡，有咖啡，谢霆锋最爱的一个果咖。去班味儿吧，别喝咖啡了，喝点酒微醺一下吧。打起来了。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是敌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所以说我们在私底下后面也玩在一起，也成为很好一个朋友。输赢很重要，但是过程中你能交到一些比较知心的、有趣的朋友，这个更重要。对我来说，在这个节目，很多选手已经变了朋友。所以就很难分出来这个是节目还是人生。其实2样东西都已经合为一起了。就再有机会回来，那也是继续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是最有收获的，因为不只是就是跟大家大小厨处为了朋友，然后我还拜了我的人生中第1个厨艺的师傅邵师傅，对，我拜他为师了。所以他们不只是教我做事，可能做人更重要。一饭封神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没结束过的。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一起，要么在一起工作，要么在一起玩。是的。我会刷到在杨延斌的这个深夜厨房啊，然后看到邵师傅在跳舞，我说可以在跳舞啊？是啊，自己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这替你们开心。怪不得深夜厨房一座难求。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点。我可以说是也拍过不少节目，就做过不少在这个行业的一些项目，应该没有其他节目可以从节目走到现实生活是这么融洽，我觉得太难得了。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小厨们的一些代号。你们这也不容易的，每年起外号要起这么多。哎，这怎么？为什么会又有一个爱卷才会赢啊？应该还是那个爱卷。会是新的人吗？不会，他是1v1的时候做了一个爆珠的分子料理的牛肉汤，但是那一下对没做好，惊喜的返场。哦，这个做秘鲁菜应该挺搞笑的。阿拉秘鲁人，秘鲁餐厅就叫吃饭，是中文的音译。
也跟这个宜饭比较切合。气法。加饭有点像那个闽南语。是啊。加饭。甜点师甜哭了。其实我很希望可以出1-2个甜点的，就是能过第1轮的甜点师。其实一帆风顺是应该有甜点系列的。我喜欢那个第2个那个山野小贝乐，像去年跟那个恒恒也是跟他去山上面找食材，跟 Jerry 也有去找食材，那我就特别有兴趣这些去找自己食材的厨师。挺有意思，大连海王，老磨鸡煲，老磨鸡煲已经是一个非常网红的人了吧？应该是。哦，那个人啊。姑娘哥来啦！所以人他们来活下去，其实真的这段时间不要那么多人过墨皮包这里去了，太累了。Vicky 这个就精彩了。那 Vicky 第一个这个名字 Vicky 就喜欢了。对，平衡先生，菜品都不 balance， 不太 balance， 很 balance 的一道菜。我期待啊，期待他，希望他的菜真的是 balance， 对。第2季了，你们认为在你们心中封神的那个厨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我觉得味道始终最后一定是第一，一定要好吃。然后封神的厨师，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找到他们个人风格。最终呢，可能我加多一点就是这个稳定度，就是 consistency。拿手菜很好吃，那过了，然后第2、第3的比赛之后呢，我的感觉也是一个很 consistent 的一个好吃的菜。不单只是第一次吃的好吃，是永远去他们餐厅啊，他们做的菜啊，也是一个很 consistently tasty。这是我做一个厨师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拿我们去年拿冠亚季军的来说，其实他们有几个特点嘛。第一个，对食材的认知都是比较高的；第2，菜做出来肯定是好吃的；第3，还得有比普通的要有更多的创意。我也很期待这次参加的选手能给我们什么好的东西。确实，一帆风神在去年我觉得是立了从一个新的一个标杆，所以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好、更难、太好、更残忍，是吧？我们现在这说的，他们都放给他们再看。是吗？对啊，反正他起码要比去年的3位是，对。我们最后反正无论是谁夺冠，必须再跟他们3个再比一轮加赛一轮，好不好？其实我认为烹饪的技术层面是全球共享的，但是很多的烹饪的习惯，烹饪的原料，它会有特别浓重的地方风格。我很希望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环节，能够把全世界的不同地方的食物做的有中国的影子，能让大家既陌生又熟悉。另外就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在2楼一看10个小时，大家吃饭，能不能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劳动环境？我们也多可怜呐，多可怜呐！导演组说到。老师，请就走，坐。过去吧。哎呀，不好意思了，各位啊。每个人可以浅尝一下。这也太浅了。这个确实很好吃。哇！不好意思，我都一起来哈。没事。等下蟹肉你要普通点，加点虾仁。里面还有沙口。这太好吃，快！好！救命啊！哎呦，太香了，太好吃，太夸张。我觉得今年来到一饭2季，见到更多高手。无论大厨小厨，其实那个水准都很高。
起鸡皮，你知道吗？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一帆风顺第2季正式开局。因为第1季的火爆，所以更多热门厨师都来了。我是 Master Chef 总冠军，风味的节目总冠军，全都是冠军。他做甜品做到了世界水准，这不应该去大厨的那边吗？这些大厨都是行业里面领军的人物，感觉要跟神仙打架。这怎么玩啊？你们将面临全面升级的全新赛制。好残酷啊！无所谓啊，打呗。东北孩子怕过啥？碰一碰，又不是个米其林啊！我所有的菜都要有一个 balance。你的结果是出局，没过啊！哇，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泰斗级别的。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什么意思？哇，这是什么呀？好可怕！有意思。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一帆风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 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6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一帆风神这个节目，它让厨师这个职业被更多人看到，给后来那么多餐厅带来很大的一个曝光度。我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谁不愿意出名呢？我觉得这个节目，他只要找到我，我肯定会去。这不第2季就来了吗？现在棋局重开，席位洗牌，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菜系、不同餐饮体系的厨师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交锋。全新的规则将重新检验每一位厨师。哇，什么呀？今天一公布的规则，我觉得我很亢奋，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好残酷啊！我也替他们担心，挺鸡皮疙瘩的，像个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就在这里面度个你死我活了。在这里，履历不能保证胜利。我觉得胡椒味会不够一点。你的结果是出局。天哪，这第一个大厨。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才有可能一帆风神。茶满是送客，我会给你斟一杯满茶。但是我站在这里干的就是你们。我尊重他们，我不害怕他们。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打。打呗，我永远能打。这一季冠军一定是大厨。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踏往厨神之路。挑战步步升级。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